各位朋友大家好，能够让高宗赵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应该不是在他的授意下杀死了名将岳飞，而或许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他错信了一个人，错定了一门亲，将一个自带光环的女人错误地引入了皇宫。从此以后，他也好，他的儿子宋孝宗也好，以及他的孙子宋光宗，也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也好，皇室三家都是家宅不宁。这个强悍横蛮的女人，为江南暖风熏陶下的皇宫带来了一股刺骨的寒风。三位至高无上的皇帝都拿这个女人无可奈何，任凭她张扬跋扈，任凭她扰乱朝堂。这个女人的一生似乎都在与公权力作战，她四处征战，与老公公斗，与自己的公公斗，与自己的老公斗。在这些战斗中，她可谓是战功赫赫，她似乎是都赢了，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一切。但人不报天报，而最后的结果呢？作为在宫中地位最尊崇的女人，她死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来照顾，她的尸体被暴露在骄阳之下，任其腐烂变臭，身边陪伴她的只有一筐一筐的死鱼。因为她的跋扈横蛮，间接导致了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宫廷政变，也让她自己离开了皇后的位置，而把她赶下台的正是她的儿子。这个强横的女人有着一个水一般柔顺的名字，她叫凤娘，李凤娘。后世的人们记得她，更多的是因为她做的那件事情——剁手。她可谓是剁手党的鼻祖。不过现在的剁手党那剁起来是真疼，可她不会，因为她剁的是别人的手。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李凤娘以及高宗皇帝以后的那几个皇帝的故事。李凤娘的父亲叫李道，李道当时担任的是庆元节度使，他曾经在岳飞的麾下作战，是一名武将。有一天，李道在园中歇息的时候，突然看见有几只黑凤落在了地上，而与此同时，府中又传来了婴儿的哭泣声。他的第二个女儿降生了。因为看到了黑凤，李道觉得这个女儿绝对是不同寻常，所以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又非常吉祥的名字，叫凤娘。凤凰会是黑的吗？我倒是没听说过。他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黑鸟，而黑色的鸟在我看来，第一想到的就是乌鸦。古今中外，乌鸦绝对算不上什么祥瑞，而恰恰相反，乌鸦是被视为不祥之兆。再后来，李道请来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位道士，叫黄福坦，来为他的子女们看相。看过了李道的其他几位儿女，黄福坦呢也是做了一些礼貌性的赞扬。而等到李凤娘出现的时候，黄福坦不禁是大惊失色，他慌忙的从座位上站起来，不肯接受李凤娘的行礼。他对李道说：“此女乃大富大贵之相，将来必定会母仪天下，她的礼我可受不起。”黄福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医好了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的眼疾。韦太后自金营回来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很可能是得了白内障。御医们都拿不出办法，后来就请来了黄福坦。史书记载，坛以虚喝布气，目既愈，就是说他是用布气方法施治的。但现在呢，更多的人认为他是用的针灸之术。据我所知，确实有用针灸治疗白内障的方法，好像是叫金针拨障术，在唐朝时期就有相关的记载。不过这种方法呢，成功率并不高。虽然患者当时眼睛能看见了，但随后会有很多的并发症。虽然说它是属于中医的疗法，但实际上这种方法也是来自于天竺，就是印度。据记载，黄福坦这次只治好了韦太后的一只眼睛。韦太后问他为什么不把另外一只眼睛也医治了。黄福坦说：“一只眼睛能看清事物足矣，另外一只眼睛你就留着还愿吧。”据说韦太后离开金营的时候，当时的宋钦宗抱住了韦太后车的车轮，对他说：“你告诉九哥，我回去以后只愿做一个太乙公主，不会与他争皇帝位，请他一定想办法让我回去。”韦太后当时也很感动，对宋钦宗说：“你放心吧，如果我不能让你回去的话，那就让我的眼睛都瞎掉吧。”最终他还是背弃了自己的承诺，两只眼睛就真的瞎了。因为医治了韦太后的病，所以黄福坦赢得了高宗赵构的绝对信任。
他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对于他来说，进皇宫跟进公共厕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次他又来找赵构了，不过此时的赵构已经不是皇帝，他已经禅位于他的养子宋孝宗，他现在成了太上皇，他也搬出了皇宫，搬到了一个离皇宫不远的二手房中，并将这个地方改名为德寿宫。这个地方的以前的主人大家很熟悉，他叫秦桧。秦桧临终之前，宋高宗赵构亲自过府探望。秦桧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看着赵构不住的流泪。赵构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对他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家小的。”赵构确实也做到了。回到宫中以后，马上就发布了一道圣旨，封秦桧为健康郡王，他的那个便宜儿子秦喜被封为了太师。但在这份圣旨的最后，却有着3个最重要的字：皆致仕，就是让他们都退休。秦桧应该是在死前就收到了这份圣旨，赵构是想让他死前能够看到他的家族注定的命运。秦桧死了以后，赵构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他对心腹杨义中说：“朕今日实免薛中治刀矣，我终于不用在薛中藏一把利刃了。”秦桧死以后，秦府被收归国有，现在高宗赵构就住在这里。由此也可见，当年秦府的奢华程度完全不低于皇宫。皇甫坦就在这里见到了赵构。赵构问道长所来何事啊？皇甫坦说：“贫道是来给陛下提亲的。说李道有女，生就母仪天下之相，理应嫁入宫中。”赵构知道皇甫坦精于相面之术，也就相信了他。尽管当时宋孝宗反对，但赵构仍然一意坚持，将李凤娘娶入了宫中，嫁为恭王妃。恭王是谁呢？恭王是赵构的孙子，宋孝宗的第3子。以上所说呢，都是史料所载。那么我们现在眼卷回想，不免会觉得有逻辑不通之处。既然皇甫坦说李凤娘有母仪天下之相，那么为什么赵构会将她嫁给恭王呢？刚才说了，恭王是宋孝宗的第3子，他前面还有2个哥哥呢。正常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继位的，可能一辈子只能做一个藩王。那他如果是藩王，李凤娘又怎么能够母仪天下呢？除非是皇甫坦真的能够前知100年，后知250，真正预见到了这个皇3子将来会登上皇位。那么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那他一定也能看到了李凤娘后来乱政的情况。那既然知道了这些情况，还将李凤娘推荐入皇宫，他皇甫坦到底是居心何在？赵构应该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关门放狗。如果皇甫坦告诉他李凤娘将来会母仪天下，那赵构不是应该将她嫁给皇长孙吗？怎么会嫁给了一个排行第3的孙子？这个孙子如果将来不能登基，那李凤娘不是也就不能母仪天下吗？所以史书上的描述在逻辑上似有不通，有可能只是文人的编造而已。皇甫坦或许是收了李家的好处，将李凤娘荐入了皇宫。皇甫坦可能并没有说什么母仪天下之类的话，只是说李凤娘是大富大贵之相，会给夫家带来好运。而赵构呢，因为相信皇甫坦，所以就做出了令他后来没多久就后悔不迭的决定。李凤娘就这样进入了皇宫，成了恭王妃。此时的她还是挺安静的。宋孝宗乾道3年，夏皇后病逝。当时身为皇太子的赵熙是四处奔波，为继母奔丧，又要宽慰自己的父亲宋孝宗赵慎，不小心就中暑了。太医院进行医治，结果竟给中暑的赵熙下了补药，最后导致太子病情加重，一命呜呼。赵熙只是中暑而已，他并不是中枪，但当时的太医院竟然活生生的将中暑的这件小事情变成了一起医疗事故。而且在几年之前，他们刚刚治死了赵熙的胞妹，也就是宋孝宗的小女儿，也是得了一场小病。当时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太医，但宋孝宗也只能是略施薄惩。那几位主治的太医不过是被停了职，然后被安排到赵构的德寿宫继续服务。这些人都是高宗赵构的老人，宋孝宗虽然恨得牙痒痒，但也不敢惩治他们。这些太医也以他们的职业素养好好的报答了高宗赵构。再后来赵构也生病了，那些太医们也像以往一样又下错了药，于是赵构也就成了新药开发试验的
牺牲的那只小白鼠。太子赵熙去世以后，宋孝宗越过了二子赵恺，将三子赵敦立为了太子。原因很简单，宋孝宗觉得三子更像我。这位赵敦就是以前的恭王，后来的封皇李凤娘的丈夫。不过那时候赵敦很正常，他能说会道，嘴巴就像抹了蜜一样，讨得了宋孝宗夫妻二人的欢喜。此时的李凤娘已经跃升成了太子妃，地位火箭般的蹿升，让她变得嚣张了起来。当时太上皇赵构看到皇太子身边没有什么妃妾伺候，所以呢，就特意从自己的宫中选了一些容貌姣好、品行又不错的女子，送进了太子府伺候太子。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皇太子也是欣然接受，而这却招来了李凤娘的妒恨。他就不断地跑到高宗和孝宗的宫中，向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惹得高宗赵构也非常的不高兴。他对自己的妻子吴后说：“是为将种，勿为皇甫坦所误。”意思就是说，李凤娘是武将之女，粗陋不堪，我被皇甫坦忽悠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见皇甫坦。对于皇甫坦而言，以前的公共厕所已经不对外了。孝宗皇帝也申斥着说，他如此行径全无孝道可言，让他要像太上皇后吴氏那样仁德宽厚，不要像现在这样妒忌蛮横，四处搬弄是非，不然的话我就会废了你。挨骂以后，李凤娘虽然举止稍有收敛，但心底里却恨上了吴氏和皇帝宋孝宗。几年以后，高宗赵构驾崩，宋孝宗执意要为高宗守孝3年，朝中大小事务也就交给了自己的皇太子赵敦。宋孝宗虽然只是高宗赵构的养子，但天性醇厚的赵慎对高宗的感激和对他的孝顺却是发自至诚。曾经有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时高宗赵构正在完成与宋孝宗之间的权力交接，在百般推拒以后，宋孝宗终于换上了皇帝的服色，而此时高宗赵构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了皇宫。宋孝宗赵慎率领着文武百官送高宗赵构出宫。当时的外面正下了大雨，赵慎就在雨中扶着高宗赵构辇车的车轮，一步一步地护送高宗赵构出宫。赵构也很感动，劝他不要送了，现在正下大雨，不要淋病了，你现在可是皇帝。但赵慎执意不从，仍然要执意送赵构回府。辇车中的赵构是倍感欣慰，他长舒一口气，说：“我托付得人，物无憾矣。”这是南宋王朝的第一次禅让，这次禅让是在一片祥和中进行的。关于赵构为什么要将皇位禅让给宋孝宗这个问题呢，我会在短视频中提及，这是我发的第一个短视频，也希望能够得到各位朋友的支持鼓励，我在这里先谢过了。宋孝宗总共做了27年的皇帝，但其中的25年都是在高宗赵构的阴影之下，他很多的设想因为高宗的态度都无法实践。高宗赵构驾崩以后，宋孝宗也觉得心灰意懒，2年以后他就将皇位传给了早已经跃跃欲试急不可待的皇太子赵敦，李凤娘就真的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赵敦一向不喜欢那些太监，所以登基以后他就想清退他们，而李凤娘却非常中意这些太监，为此他与赵敦产生了很多争执。赵敦软弱，李凤娘强势，慢慢的也就憋出了心病。孝宗皇帝看到自己的爱子身体越来越差，就训斥李凤娘，说他没有把皇帝照顾好。看到皇帝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差，李凤娘也担心自己将来的权力不保，所以他就向宋孝宗提议，希望能够立自己的儿子赵括为皇太子。宋孝宗考虑到宋光宗赵敦继位没多久，没必要这么早就立太子，所以就拒绝了李凤娘的提议。李凤娘就当着宋孝宗和太皇太后谢氏的面，大声地反驳道：“妾乃6里所聘，家王也就是他的儿子赵括，妾亲生也，何为不可？”这话听起来是没错，但他当着宋孝宗和谢太后的面说出这些话，实际上是正好击中了宋孝宗和谢后的薄弱之处。他说他是6里所聘，也就是说他娶进门的时候就是正室，而宋孝宗的结发夫妻是郭氏，也就是赵熙、赵敦兄弟3人的生母。郭皇后去世以后，
宋孝宗才立谢氏为后。谢氏刚进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再后来也只是妾室。所以李凤娘这句话实际上是嘲讽谢太后的妾室出身，而他又说家王妾亲生也。大家知道宋孝宗并不是宋高宗的亲儿子，那是他的养子，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嘲讽宋孝宗的出身，意思是像你们这样的出身最后都能当皇帝皇后，我儿子出身如此高贵，为何不可？宋孝宗和谢后听了这话以后自然是大为不满，一怒之下就将李凤娘赶出了德寿宫。赶走了李凤娘，宋孝宗是余怒未消，他派人将他以前的老师史浩叫到了府中，与他商量。宋孝宗说我要废后。史浩想了想说，皇后刚刚册立，如果马上就废掉的话，恐怕会引起非议，太上皇您还是忍忍吧。史浩是宋孝宗时期的重臣，是他力排众议，又顶住了太上皇的压力，为岳飞平反，这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不过呢，他还有另外一面。宋孝宗期间金兵南侵，在陕西战场名将吴林屡次击败金军，按照当时的战事，如果继续进兵的话，很快就可以收复关中平原，而关中平原又将成为北伐中原的重大跳板。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此时史浩却劝谏宋孝宗下令吴林的部队停止进攻。宋孝宗误听其言，下达了撤兵的命令。名将吴林有岳飞的前车之鉴，他也不敢违命。就这样，数万将士浴血奋战夺回的国土，又白白的送给了金军。宋军撤退的时候，又遭到金兵的追击，损失大半。吴林回到宫中面见宋孝宗，陈明当时的局势。宋孝宗这才恍然大悟，当时说了4个字：史浩误我，并因此罢了史浩的校尉。史浩对南宋朝廷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贡献了他的儿子史弥远，那可是一个妥妥的大奸臣。被史浩劝阻，宋孝宗也就逐渐打消了废后的念头。李凤娘那边也没有闲着，被骂出德寿宫以后，他马上带着自己的儿子家王赵括，也就是后来的宋宁宗，去见宋光宗赵敦，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告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的状。他添油加醋地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然后还说太上皇之所以不想立咱们的儿子为太子，那并不是针对咱们的儿子，针对的是你。太上皇是想废了你，因为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起毒药事件。宋光宗身体一向不好，宋孝宗爱子心切，托人四处打听求医，然后用高价买了一些药丸。他让人传话给赵敦，让赵敦下次过府来问候的时候，他要把药交给他。在这过程中，赵敦身边的太监就四处散布谣言，说太上皇给赵敦准备的那是毒药，然后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凤娘。在李凤娘心中，身边没有什么好人，谁都想害她，所以她自然愿意相信太监的话。然后她就告诉了自己的丈夫，说你爸想毒死你，最近不要去太上皇那里问候。这样就使得赵敦也是心生疑虑，毒药的事情再加上立太子之事，使得赵敦更加怀疑太上皇确实要对他动手。所以他去德寿宫的次数越来越少，以前是1个月6次，后来改成了1个月4次，再后来就是1个月1次。刚才讲了，在李凤娘的眼中，四周都是敌人，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击的机会。有一天清晨，光宗赵敦起来洗脸，旁边的宫女端来一盆水，无意中赵敦注意到了这个宫女的手生得非常的美，所以不禁就脱口赞了一声好。没过几天，又一名宫女端来了一个食盒，并且对赵敦说，这是皇后娘娘特意为您做的。赵敦很高兴，我这个媳妇儿什么时候变得贤惠起来了。而等他打开食盒以后，大惊失色，里面赫然放的竟是一双刚刚砍下来的手，这双断手上还戴着戒指。赵敦认出来了，正是几天前他刚刚赞过的那双手。受到如此惊吓，宋光宗是大病不起，一连几天都不能上朝。宋光宗还有一个宠妃是皇贵妃，皇贵妃是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太上皇赐给他的女人之一。皇贵妃姿色美丽，性格柔顺，深得宋光宗的欢心。有一次皇贵妃生病，宫中御医开出的很多方子，皇贵妃试过以后都没有效果。说起来皇贵妃也真是命大，用了这么多太医开的方子，居然还能活着。宋光宗无奈，就张榜征求良医为皇贵妃诊病。
后来有一个民间的人献上了一个秘方，就是将山楂与冰糖一起煎熬，然后服用。没想到这个方法还非常管用，皇贵妃用过以后病情痊愈了。这个方子后来就流传了下来，据说就是我们现在冰糖葫芦的起源。皇贵妃怀孕，宋光宗知道家有恶妇，所以他一直是非常的小心呵护。按照惯例，宋光宗每年都要去交际，交际之前不能有房事，所以不能居住在后宫，只能离开皇宫到郊外的斋宫居住。李凤娘就抓住这个机会，命人将已有身孕的皇贵妃拖出，然后在庭院之内用棍棒活活打死，这是一尸两命啊！然后派人通知宋光宗说皇贵妃暴卒。宋光宗当然知道皇贵妃肯定不是什么暴卒，但此时已经无法挽救。宋光宗还必须要完成接下来的祭祀活动。第二天祭祀的时候，突然间是狂风大作，蜡烛点燃了帘幕，火借风势，一时间祭堂各处都燃起了大火。宋光宗站在火中，他觉得这就是皇贵妃来向他诉愿的。经过此次镜像，宋光宗原有的病情进一步的加重。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讲过，宋朝皇室中很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疾病，按现在的观点，很有可能是一种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也很容易导致精神异常。这种遗传疾病不仅是存在于太宗一系中，比如说历史上的宋仁宗、宋英宗，而且也存在于太祖一系中，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廷美和他的长子赵德昭。宋光宗赵敦也很有可能有这样的遗传基因，然后经过李凤娘这样一折腾，他的疯病发作了起来。自那以后，宋光宗要么就卧病在床不理朝政，要么就终日饮酒，朝政就多由皇后李凤娘代管。现在的他是一手遮天，他竟然将宋光宗的两个妃子直接就赶出了宫，让他们改嫁老百姓。宋光宗一方面是身体原因，一方面又是李凤娘的百般阻挠，所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德寿宫去问候自己的父亲了。代替宋高宗临朝理政的李凤娘当然不懂什么国政，他只知道揽权敛财。他大肆的封赏自己李氏家族的人员，即使是他们家的奴才都被升了官，进入了官场。他们的李氏家庙规格已经超越了皇室的太庙，李凤娘也由此尝到了权力巅峰时期的那种快感。宋孝宗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在忧郁中病逝，而宋光宗呢，在李凤娘的蛊惑和阻挠之下，他竟然拒绝主持父亲的葬礼，这在当时来说是大逆不道之事。我们经常说做事做得不要太绝，不然的话会自食其果。李凤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宋光宗和李凤娘的行为激起了群臣的共愤，在宗室成员赵汝愚的主持之下，他们联合朝中的大臣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与赵汝愚一起谋划此事的还有一位是皇室的外戚，他叫韩托胄。韩托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而他自己的妻子又是吴皇后的侄女或者是侄孙女，所以他与吴太后的关系甚密。韩托胄就利用这层关系做吴太后的工作。作为当时在后宫中辈分最高的女人，吴太后对朝政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在韩托胄和赵汝愚的反复劝说之下，吴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在多次劝告赵敦无效的情况下，吴太皇太后主持了宋孝宗的葬礼，并且垂帘听政，然后发布遗旨，封宋光宗赵敦为太上皇，李凤娘为太上皇后，并给了他一个尊号叫寿人。这个尊号有点太好听了，我觉得叫仁寿更合适。李凤娘就这样离开了她的权力中枢，不情不愿地搬离了以前的皇宫，成了无职无权的太上皇后。失去了权力的李凤娘又突然变得安静了起来。当时宋光宗赵敦拒绝交出玉玺，后来还是李凤娘觉得好歹最终执政的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她偷偷地将玉玺拿出来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有个道士告诉他，他脸上有大凶之兆。李凤娘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所以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专心礼佛，希望以此减轻自己的罪孽。再后来，李凤娘也生病了，因为平时她对待宫中的下人态度非常恶劣，非打即骂，所以她生病期间根本没有人来关心照顾她。就在这样的孤苦中，李凤娘慢慢的死去，宫中的人对她是恨之入骨。在她死后，有人要去中宫为她取礼服，但中宫管事的人知道是李凤娘的事情，拒绝开门。
礼服取不到，那几个下人只能用席子包裹起李凤娘的尸体往中宫送。半路上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疯皇来了，疯皇指的就是宋光宗赵敦。那时候他的疯病已经越来越厉害，大家对他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一听说他来了，宫女太监们放下李凤娘的尸体四散逃去，李凤娘的尸体就这样被扔在了地上，也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诚心的。这些散去的宫女太监很久都没有回来抬她的尸体，李凤娘的尸体就这样在7月骄阳之下暴晒着，没过多久就发出了腐烂的臭味。所以后来李凤娘下葬的时候，为了掩盖尸体已经腐烂的真相，就在尸体旁边放了很多已经腐臭的死鲍鱼，还点了很多的莲香。李凤娘就这样走完了她自己跋扈的一生。从她死前的遭遇来看，她的儿子宋宁宗估计也不常来看她。李四娘一生可谓是四处征战，但她征战的对象都是她的亲人。虽然在这些征战中她是屡屡获胜，但她最终又能获得什么呢？亲人之间的争斗是没有胜利者的。如果有人真的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的话，那最终的结果会证明他是败的最惨的那一个。李凤娘就是这样的人，她四处挑起战火，而她最终收获的也只有4个字：遗臭万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